申儿啊，赵侯爷是值得托付终身之人，你要珍惜这次机缘，日后不可再惺惺作态，忤逆夫家啊！是不是只有嫁入侯府，我才算对贺家有功？之前我为家里做的、熬的，父亲都不屑一顾。在父亲眼里，真儿只有嫁给赵后这一条出路。对，只有这一条路。哎，这儿，你去哪儿啊？来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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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贺娘子，数月不见，你瘦了许多。当日太急，也没留个信。不会怪我吧？是我有错在先，都怪我心情不好，说了那些话。行了，那你我就此扯平，今后永远不许再提了，好不好？你这缝的什么花样？好新奇。此为金灯花，又叫做无意草。无意，在长叶子的时候，花还未开；而当花开时，叶子却已凋零。花叶永不相见，彼此无情也无义。哎呦，好端端的，夫人，您缝这个做什么呀？我看《酉阳杂俎》上说的有趣，说这花呀最常开在恶人家中。哎，李妈妈，你见过吗？哎，我可不是恶人，我哪见过他呀？哎呦，作孽，作孽！哎呦！贺妹妹，刘姐姐，贺妹妹今日是怎么了？我有一名好友，他小时候发热，烧坏了脑子，记不得事儿，正经的母亲不认，却把家里的妈妈当阿娘。那妈妈就利用他不知事儿，从府里头得好处。我想告诉我好友真相，可人人都拦着我，叫我不要多管闲事。我心里头难受。姐姐，你懂我的感受吗？怎么会呢？她正经的母亲，不就在身边吗？哪能容妈妈放肆啊？多半是哄你朋友玩呢。你呀，瞎操心。这针线的确是太粗糙了，我还是拆掉重绣算了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？不拆掉，又如何能摆脱当下的寂静？从头再来啊！一开始就是绣着玩的，但渐渐的就觉出不对来。这一下，我要把它都拆干净，重新缝一个自己喜欢的又吉利的花色。贺妹妹，你说好不好？好，不绣无意草，绣你喜欢的。姨母，你喝了这碗安神汤，便早些歇息，动气伤脾，明日还要操持法事呢。是姨母对不住你。是比兰自己没本事，拢不住表哥的心。这孩子呀，打小就是个有主意的。他要做了决定，
就是我这个做母亲的，也劝不了。百善为本，孝当先。寻常百姓不孝，会被戳脊梁骨；官员不孝，会丢乌纱帽。更何况堂堂王爷，这朝廷上多少双眼睛正盯着表哥，姨母可不能坐视不理，让人寻了画饼。你的意思是？秉兰倒有个挽回的主意，只是……你说。姨母，明日您去流明观操持法事，我与您同去。到时候郑州的百姓和官员们都在，您就当着众人的面认我为儿媳。如此，这门亲事众人皆知，木已成舟，表哥还能反悔不成？主旨。走吧。走吧。快点。走吧。走。走。走吧。王爷，太妃仪仗启程了。徒劳无益。夫人那边也安排了车驾，应该也是往流明观的方向去了。他倒是挺爱凑热闹。王爷不担心他们两位会撞上吗？皇贵，王爷，今日城内加强布防，以防匪徒混入。王爷放心，除了太妃安排的道长，没放旁人入城。道长名册呢？不简单呐。什么不简单？杜蝶以假乱真的水平不简单呐。不过他们不知道，流明观作为道家大宗，为了劝诫前朝文帝，特意在这祈福祝词上，将流字少写了一点，名字多加了一点，寓意是少一点流符，多一点明镜。文帝大彻大悟，嘉奖流明观，这种写法便流传了下去。属下失职。莫如，备常服，出发。是。夫人抵达流明观了吗？并未。他几时出发的？一早就被车走了。速命亲兵去道观，护太妃周全。是。李妈妈，到街市口就让车夫停下吧。咱不去流明观啦。您方才不是说流明观今日定是人挤人，烟气熏天，泼皮小偷行其大道吗？是啊。那就依妈妈所言，今日先不去了。哎，那太好了。那到了前面的街市口，妈妈替我去买条鲈鱼吧。我去药铺里给夫君备一些补药。夫人，咱主仆分开不好吧？今儿人这么多，万一碰到什么事儿，我回去不好跟家主交代。那鲜鱼集市去晚了，挑剩下的可就不新鲜了。我就在药铺里等着你，能出什么事啊？你买好了，速速来找我便是。好，好，好。店家，你看看这些齐不齐？哎，好嘞。上好的鹿茸有没有？啊，有。看来铺上今日生意兴隆，您赶快把我这些个补气的方子都抓来，再做大买卖也不迟。啊，夫人说的是，夫人说的是。二位客人稍后，你们要的都有，都有。夫人，我这就去给您抓药。二位稍后啊。
阿姐，阿姐，陆舟，陆毅，阿姐，乔叔已经把事情都告诉我们了。阿姐，你说，想让淮阳王怎么死？今日若不是改了地方，我已经在流明观里宰了那小子了。时机未到，不可意气用事，不立危墙之下。上巳节那夜我失踪的时候，你们都在哪儿？那夜，我与陆毅发现了一队偷袭兵，好不容易将他们打退。等回来之后才知道你已经不见了。我想去问子玉公子，那个芸娘却拦阻我。她告诉我说，你已经决意离开公子，不再回来了。信他不如信鬼。后来养山成了他的养山，哪还有我们的容身之地？我们只能去北周找乔叔，一起寻你。要想血债血偿，你们就仔细听我说。家主，夫人呢？夫人跟李妈妈一早就出门了。我着实烦不过，就干脆道出，你适才卖给李屠户娘子的那些汤药，除了1、2味之外，都是再寻常不过的药材，却收了人家2倍的价格。他若敢与我乱做买卖，我定会让李屠户知道此事。那李屠户可是个不好惹的狠人，欺行霸市。如果夫人真要找他说道，还真够那药铺老板喝起壶的，可真是做大孽。哎，夫君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夫君，出什么事了？王爷让我休沐半日，我便回来看看。昨日你提及了流明观，我以为你去了呢。本来是要去的，可李妈妈一路上都在说流明观人太多，会徒于事端。哦，我想想也是，便转道去了集市。夫君在战场上拼了好几个月的命，身子也累坏了，是该好好补补。我买了一条鲈鱼，今日刚打上来的，可鲜了。夫人有心了。为战死的军士祈福固然有心，但照顾活着的人也很重要啊。夫人，我就跟你直说了，有个贼人闯入了真州。你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男子？可疑的男子？怎么会找上我啊？那有没有看到穿着道袍的人？哪有道士不在道观好好念经，出来瞎跑的？夫人，这件事情很重要，你再好好的想想。夫君，怎么像是在盘问我？这怎么是在盘问你呢？慌慌张张的回来，原来是看我安不安分。瞎说，闲聊。夫君说谎的时候，总是不敢看我的眼睛。夫人，真的就是闲聊，我是担心那贼人，才回来看看你。怎么，夫君是怕我被贼人抓了去？放心吧，咱们崔家如今可是有淮阳王的庇护，什么贼人敢动手，那便是不把淮阳王放在眼里啊。夫人说的对。家主，淮阳王那边传话说法事已经结束，他已经回去了，想让您去找他一趟。那夫君快去吧，别让淮阳王久等了。若日后失去了王爷的庇护，贼人再来，夫君可真的就要失去我了。好，夫人，那我就先去了。嗯。
母亲，今日有2个贼人假扮道士闯入真州，儿子去探查此事，贻误了祈福的时辰，还望母亲谅解。坐吧。是。这是牡丹花蕊。秉兰这孩子看我脸色不好，刚送过来的。今日刘明关上下由我一人主持，又突发贼祸。我这一身病骨，实在是难耐。幸好有秉兰帮我，才不至于在百姓面前丢了淮阳王府的颜面。他帮我，就是在帮你，你要记得这份情。哎。今日，我本打算认下秉兰，让你们重修旧好的。你心里如何想？看来王爷心里想的还是那个外室。母亲，我死前就说过了，他不是什么外室。我无需知道他是什么人。秉兰已经退一步了，他说。你若真心仪那个柳姓女子，他定会给那个女子颜面，好好的帮衬你。你还要让他如何做呀？堂堂王爷明知贼寇入关，不在母亲和百姓的身边，偏跑去北街那个温柔乡，这不是荒唐吗？这些我都可以不与你计较，你今日必须答应我，娶了秉兰。母亲，今日之事，儿子确实是有过错在先，但此事另有隐情，日后儿子会向母亲解释。至于婚约，请母亲恕罪，我只娶柳绵堂一人。你说什么？我崔行舟，此生只娶柳绵堂一人。混账！混账！混账！夫人，夫君，我来拿你换下的衣裳。怎么受伤了？啊，无妨的。我替你上药。很疼吗？疼。此人下手可不轻啊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不是那个贼人伤的。王爷处罚的我。王爷怎能这般苛待将士？可能是他心绪不佳吧。我听说他跟太妃置气了。太妃给他配了门当户对的亲事，可
可是王爷心中喜欢的是另外一个女子。几日风凉，温跑对身体有好处。夫君，嗯，你方才说的贼人，是仰山余党吗？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个？就是有些好奇，毕竟曾经我也落入过他们之手。听街坊说，仰山贼首已向朝廷招安，那往后就再也不是我真州的敌人了。仰山也再无作乱之人，那些不愿招安的，也都化作鸟兽散了。你怎么总提仰山啊？我们真州也不差呀。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，王爷也赢了他们不少次。不少次，那是几次啊？夫君，你说，到底是淮阳王厉害，还是仰山贼首厉害？他们之间恐怕再也分不出胜负了。自生死劫之后，上司伏羲引灯休战，可那贼首却偷袭了淮阳王。贼首偷袭？是啊，王爷也没有想到，向来守诺的贼首会出尔反尔，趁着军士歇息时暗算了他。王爷恼怒，想尽了一切办法，要战胜他，重创仰山。可那贼首就此销声匿迹，淮阳王设法诱不过他，既要战胜他，也想亲口的问一问，他为何要背弃约定。再后来，仰山就招安了，淮阳王便彻底失去了与他一决雌雄的机会。夫君，我想去一趟仰山。为何？我想破了心里的魔障。记起什么了吗？几年前的上巳夜，那时我还未嫁给夫君，一家人在西州城外的灵山上登高望远，放启天灯祈愿。此处地势开阔，若有启天灯凌空，定是极美的。确实，生死之夜，启天灯伴随着遍野的山花，壮丽非常。
这也是淮阳王同你说的。既有天灯凌空，那贼人一旦动手，岂不是轻易被察觉？又何来的偷袭？淮阳王那么聪明，会不会在骗你？方才一路走来，我们经过了一段滩僻的山路，还记得吗？曾经，那是上山的必经之路。圣巳夜，淮阳王就在那里安营扎寨，将士们煮着酒，暂且卸下了防备。那一日，本来约定好了要休战的，可是伴随着天灯，将士们等到的却是破入营中，杀气腾腾的仰山群匪。看来，淮阳王并没有撒谎。其实他也并不擅长撒谎。绵堂，从回到真州之后，我心里总是不安，我总觉得我要失去你。我不是一直都在你身边吗？我知道，所以我打算把一切都告诉你。一切是指什么？家主，家主，怎么了？家主，夫人，军中来信，让您赶紧回去一趟。明日是小年，记得要回家。本来以为能休沐的，正事要紧。您有2封手信，一封是京城孟阁老的，还有一封是北州李州城的。还有什么事儿？太妃她病重，家里让您赶紧回去。娘子，留守在仰山的暗庄发现了柳绵堂和淮阳王。他去仰山做什么？看起来只是寻常登高，不过暗庄发现柳绵堂悄悄留了这个。娘子，这是仰山记号吗？我怎么看不太懂？这记号不是留给你我看的，你自然看不懂。5日后5时幽雨洞。我要去一趟仰山了。哎呀，柴都湿了，怎么都点不着。不过就是下了一场春雨，他躲那么远，到头来还是浸湿了，真是不中用。还记得小时候，你和你表妹轻盈拌嘴吗？小小的年纪啊，就学人戏文，要恩敦义绝。可是他在路上被欺负的时候啊，你又是第一个站出来。你外祖父说啊，绵堂这丫头，表面上看着刚硬，其实心里啊，比谁都柔软。我说过，来此为了破除心中的魔障。你的魔障，
也是我的魔障。是了，曾经我是想找回之前的一切，因为那关乎于我们。夫君，我们在一起经历了那么多风雨，或许眼下过的比失去的那几年都要好。但我想说的跟你想的可能不一样。倘若你想说任何打破这份美好的话，那我就不想听了。夫妻之间哪有没有秘密的呢？倘若你真觉得歉疚，那你就瞒我，哄我一辈子，别瞒了我一半，又心智不坚的抖出来。你倒是痛快了，让我这个做女子的，心里面要一直背着你这块石头。你当真是这么想的？是。因此不要告诉我，求你。夫君，我还从未说过多谢你呢。无论如何，如果没有你，明堂或许早已不在人世间。从今往后，若是提起养山，这便是我唯一记得的事。倘若你日后全都想起来了，你随时都可以去做你认为对的事情。心软了？我承认，之前确实还抱有一丝侥幸。我在想，或许他也是被淮阳郎所利用，或许他也是无可奈何。只有如此，我才能为自己的心软找借口。若你对他，哎呀，反正他也是要娶你的。娶我？他想娶的并不是我，而是一直被他豢养的金丝雀。那个满心满眼都是夫君的女子，不过就是他的妄想。他越是情深，我就越觉得讽刺可笑。这种自欺欺人的戏码我办够了，所以我不会再心软了。母亲醒了。醒来做什么？睡死过去，大家都图个清静。王爷、太妃，该用药了。王爷，您已经整整1夜没睡了，还是早些回去歇着吧。没事儿，退下吧。你若实在放不下他，我也可以退一步，让他进府为妾。他就这般好，让你把整个王府的名声都抛诸脑后吗？那父亲纳过多少妾室？10个、20个，又有多少外室是我们不知晓的？
怎么？你要拿你父亲当挡箭牌吗？他胡闹，你也要跟着学？母亲，王府虽然锦衣玉食，却处处都是勾心斗角、颜良识态。我知道母亲这些年过得不舒心，我又何尝不是呢？我一直以为，只要恪起守礼，不耽溺于私情，哪怕是相敬如宾，我至少不会让我的妻儿重蹈覆辙。母亲，为了她，我装成了普通百姓，小门小户的，要为了生计发愁，有太多琐碎的烦恼。可她却并不觉得愁苦，反倒活得肆意潇洒。她所愿所求，不过就是一生一世，夫妻同心。我这才知道，我错的有多厉害。喜乐是要拿真心去换的，可是我辜负了他，也高看了我自己。母亲，宽宥儿子的不孝，什么相敬如宾，什么贵妾，我都不要。三书六礼，此生唯他一人。不是陆文。哎，夫人，你买这些药材做甚呐？夫君前几日不是受伤了吗？都见此了。嗨，没事的，咱们家还有许多赵神医开的上好药材呢。这是尹家娘子给的偏方，你不懂。啊，夫人，怎么了？我还有一样东西要买。哦，嗯。家主，夫人呢？同理妈妈去集市了，要不婢子去找。知道家主回来，夫人肯定高兴。还不快去！是。小的愚钝，请您示下。夫人，您回来了。杵在这儿做什么？夫君呢？家主他昨夜一宿没合眼，因此就跟副将告了假。此刻他已经歇下了。那我去看看他。夫君，
夫人，我还以为你睡下了。是睡下了，可又没了睡意，倒不如翻翻书。夫君看的什么书啊？善战者，知人而不知于人。虚实篇。兵法。夫君从戎之后，果真是不同了，都能把兵法当闲书消遣了。随意翻找到的，就随意的看看。哦。小年夜还得自个儿告假，这军营也太不通情达理了。其他人可没我这福气，晚上还能回家跟夫人用个晚膳。好吧，那夫君准备再躺会儿，还是跟我一起去厨房？我今日准备亲自下厨。确实是有些累了。好，那等会儿我叫你。好。哎，夫人，有没有蟹黄拌饭啊？夫君想什么呢？这个时节的蟹子哪来的黄啊？哦，也对。行舟，见字如晤。某宜如你所托，还至北周，准备提亲事宜。但此事最终搁置，因某无意中查明画像中人之身份。此人真名乔宪，乃乔家长子，亦柳绵堂之舅也。另，柳绵堂外公乔武，在家行六。某深入镖行，方知其江湖中有别号陆武。陆武，陆文。夫人，可以炒菜了。一会儿煮圆子的时候就交给老奴吧。一会儿煮的时候，在水里加点粗盐，这样煮出来的圆子就不会粘连了。哎呦，老奴还是第一次听说。可是甜口的东西放着盐煮会不会咸呢？水咸了，圆子才会更甜。试试吧，不试试又怎么能知道呢？行，试试，试试。夫人今日买了许多药粉，说是给家主治伤的偏方，药性都很大。夫君老盯着我做什么？
卿本佳人。我还听过这句话的后半句：奈何从贼。为夫甘愿做这个贼，倒是可以浮生偷得半日闲，与夫人年年今日，岁岁今朝。夫君，今日是小年夜，我包了圆子，快尝尝。包的真不错。真的？我在里面加了东西。夫君第一个就吃到了，来年鸿福。夫人有心了，我也给夫人备了礼物。多谢夫君。夫人的指甲上是石灰粉吗？哦，我看墙面有些脱落，打算自己来补。那夫人可得小心一些。有一些药粉本来没有什么问题，混入了石灰粉后，药效猛增，入了口鼻，不仅脑子晕眩，眼睛也会睁不开的。夫君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？难不成你也中过这招？那倒没有，小心为上吧。毕竟那个贼人还没有抓到。哎呀，这个淮阳王不是最擅长抓匪吗？怎么一个小贼就把他耍得团团转？都是些小聪明罢了。这个贼人早晚会落到淮阳王的手中。那既然如此，为何每日还要使唤你呀？你自从容之后，家门也不沾，张口闭口都是贼，说的这饭菜都要凉了。有时候我倒宁愿希望自己是那贼子，被你抓了去，这样我们日日都能在一起了。都是为夫不好，差点可惜了我夫人的饭菜。来，夫君，我给你码上。伤还未愈，还疼吗？这原本就是加了活血偏方的药酒，你若不想喝，便不要勉强了。我再找找旁的法子。没想到小年夜还能这般的热闹。寻常百姓比不得达官贵眷，求的东西少，喜乐自然就多了。引灯休战，淮阳王向来守墓。哎，阿姐跟淮阳王斗了这么久，倒是斗出了些默契。这叫什么来着？什么对手，什么灾？棋逢对手，幸甚至哉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淮阳王夜袭！
喜欢看齐天灯啊？嗯。每当天灯临空，我都会对自己说：“今宵共此时。” 王爷，太妃一直没就寝，盼着您能回来过小年。王爷，去看看太妃吧。太妃说她年事已高，也拗不过您。若您当真铁了心想娶那位心仪的女子，只要想清楚后果，太妃她便也允了。 你想尝尝恨是什么滋味吗？明儿一早就回家，我们的小家。
回我们的家，回我们的小家。这些信你都看了吗？孟鬼老怀疑京中有变故，让你早做打算。嘿，哎，啊，知道了。你这几日怎么回事？怎么总是浑浑噩噩的？跟刘门堂吵架了，又要闹和离？哎，没事儿。我跟他的事情，我母亲已经同意了。真的？那好事儿啊。那太妃知道他的来历吗？他是什么来历，做了什么事情，他是谁，这些事情都不重要。我中意于他这件事情，永远都不会变。我问你太妃呢，你跟我表什么衷肠啊？这回也好了，你也可以安心的跟他交底了。哎，你婚宴的时候可不能说我李金了啊！你俩这事我鞍前马后没少忙活。哦，对了，我要上京了。干嘛？明日就走。你疯了？藩王无旨入京，你知道什么下场吗？你刚捡回来的命不要了。隋王如此动作，跟那个子瑜里应外合，京城不太平。隋王有野心，不是一日两日了。他就算要变天，他也师出无名啊。他若是师出有名呢？子瑜不是陆文，他身上的秘密多着呢。我得进了京之后，才能查明白。你等等，子瑜不是？那谁是陆文？操那么多心干嘛？接着烧一次性烧完，什么秘密都让你透露出去了。不是你跟我说呀，你说一半，那我多难受啊！是啊，此言谁是？国舅爷到。国舅爷，哎呀，我来晚了，来坐，坐。好。上酒。上酒。石尚书，这是新任的兵部主事吧？是。恭喜国舅爷喜得千金，明珠入囊。只可惜呀，不是儿子。哎，以石某而言，有女更好啊。正所谓一家有女，百家求，是不是啊？是啊，是啊。那他日啊，必得像10家千金一样，纳个贤婿，才不枉今日这顿好酒啊！是。承蒙国舅爷亲言，子瑜先干为敬。好啊，同饮，来，同饮，同饮。真是好酒啊！好酒啊！好酒来，啊！好酒啊！石某再敬国舅爷一杯。好，同饮，来。来，这就不错呀。哎，好。诸位，我先去更衣啊，诸位自便啊。好。子瑜，来，是这样。你决定。公子流经时日不长，只老奴一人贴身侍奉。这么多年过去，容貌虽有些改变，可老奴肯定，他是先太子的嫡子，如假包换。好个子瑜！
狗个石坤！国舅爷息怒。你做得很好。当年这位小殿下出宫游历时，才刚满12岁，正是属下一路护送他出京。前日里宫中匆匆一瞥，属下只是觉得眼熟，还是国舅爷手眼通天，竟能找出这么一位故人来。哼，此事我已派人进宫，告知佳妹了。一切尽在国舅爷和太后的掌握之中。不过，外头人多口杂，子瑜的身份又不宜宣扬，一时倒不好下手啊。若是他们自己不胜酒力，留下来了呢？好酒真不错。同意。来，我敬您说。好，来，石尚书。同意。来，请共饮。当然。好，吃菜，我给您倒上。哎呀，石尚书，不错，我们继续啊。石尚书，不胜酒力呀。娘子，天这么凉，你怎么一个人出来了？母亲在帮吴姐说亲，我留着也是碍事，不如出来透透风。哎，那不是公子身边的周错吗？是娘子。怎么急匆匆的？公子出事了？娘子不必惊慌，是尚书醉倒了，公子让我扶尚书去偏院歇息了。我父亲醉倒了？是。我敬您。好，来，好啊。今日你要尽兴啊！来，好。主事啊，既不吃酒，也不动筷，是我府里的酒菜不合你的胃口吗？哪里话？主事仪表堂堂啊，就是这身子骨啊，瘦弱了些啊。下官傅伯，幼年时伤了身子，羸弱至今。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啊！主事，日后主事定会福寿双全。公子，公子，石娘子问明日能否到十里庄竹轩一决。听见了没有啊？石家千金，这生性豪爽啊！还未出嫁，就约起夫婿来了啊！好。开心就好。石夫人，石夫人，石夫人，石尚书被国舅爷留下续话，让您先回府。知道了。雪霁，愣着干嘛呢？母亲，人呢？刚刚还在呢。石娘子问明日能否到十里庄竹轩一决。回头我跟石将军说，
带你去十里庄的竹轩酒肆，他家盛产一款碧酒，酒色清澈，入口醇香。碧酒。国舅爷，不好了，进宫传信的人不见了。即刻进宫！本朝有祖旨，藩王非诏不得入京，你怎么可能？非诏不得入京，没有活人看见，不就没事了？什么人？王爷。石尚书自打攀上太后之后，也不把本王放在心里边了。现如今跟你见上一面，得要费些功夫了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哎呀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先太子府。哼，你是如何进京的？谁能想到啊，破败多年的先太子府，竟然藏着一条暗道。刘佩，你要？是我们。我们？哼，你是不是酒喝多了？话不能随便乱说。石尚书，你和我捆在一条船上，怎能如此见外啊？将来您的身份贵不可言，本王还得靠你来提携呢。啊？怎么，你那个女婿没有跟你说真话吗？没说他的真实身份吗？他是什么身份？公子，你是如何知道的？父亲酒量很好，不会轻易醉倒。因此你就来提醒我，哪怕坏了自己的名声。血迹愚钝，一时想不到其他的法子，只能迂回提醒公子了。这么迂回，寻常人哪里听得明白？公子不是寻常人。如今想想，有哪个出身草莽的会有如此气度，会对京城了如指掌？又有哪个寻常人会被国舅如此的权贵盯上呢？公子的身份，怕是比我想的还要不寻常吧？我来是想告诉你，你父亲回来了，他已无虞，去看看他吧。
错了，选错了。父亲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先太子的儿子。3更天了，父亲要颓废到何时呢？你懂什么？啊？现如今我该怎么做？雪霁只知，此事已再无转圜的可能。若是自弃，今后石家的命运变成了砧板上的生肉，任谁都能来割一刀。父亲，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，只能继续走下去。小七，你还是为父认识的小七吗？从今往后，石家的安危只能由小七和父亲共同担负了。死了？昨夜国舅爷莫统领与微臣喝了半宿的酒，二人正在兴头上。这莫统领说要比试赛马，国舅爷就应了。微臣是拦都拦不住啊！不成想，莫统领这失足落河，溺水身亡，国舅爷也伤了一条腿。你老实交代，有没有瞒骗哀家？哀家那个哥哥最是争强好胜，一定是他提出来的比试，对不对？太后明察，让他去郊外养养伤也好，挫一挫他的傲性。石一宽，哀家如今最信任你，禁军统领一职，你可有人选？微臣以为，原东阳门统领童威将军，对陛下和太后忠心耿耿，可担此大任。我还以为你会举荐你的青州旧部。哼，跟臣从青州来的，都是乡下的武官。他们对皇宫内外围的布置，以及对京城的礼仪规矩都不甚了解，难堪此重任，还是从京城的武官里挑最忠心的合适。那仰山招安那小子，你又如何安排？他虽然是我未过门的女婿，但出生草莽，不可重用，就让他去张北戍戎吧。太后也可免去一份后患之忧。都小心一点啊！快往里抬啊！哎，这儿呢。来，女婿马上就要到了，还不赶快去找？还不赶快去找？是。哟，去，侯爷。惠公啊，这聘礼可还满意？侯爷诚意十足，老朽感激不尽。不必客气。往后
就是一家人了吗？嗯。啊，聘礼到了，我先走了。哦，侯爷这就走啊？正儿还没出来呢。是啊。小女难得如此娇羞啊！不见了！不见了！什么不见了？娘子不见了！真儿不见了，闹什么脾气呀？这是！哎，爹，站住！快，我进去歇歇。侯爷，失礼了，快去吧。慢点。东家，新出的坯子，你看一眼，怎么样？应该还可以吧？别动！哎，壮士，小心啊，别伤了我们东家。给我蹲下！蹲下！哎，蹲下，快蹲下，都蹲下！哎，小心啊！都别动！救命啊！哎，东家，夫人。夫人，他是我陆某的人，当然要和我走。让开！夫人，上！走！驾！怕是要追上来了，我们得速战速决。下！王爷，京郊外10里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你们就按兵不动。另外，看好他，不要让他离开真州半步。王爷，出事了！王爷，柳氏被山匪劫走了。在哪儿？那人自称是陆文，放火正在追击，方向可能去了仰山。跟上！子瑶的逃脱，这是柳娘子给您留下的记号。王爷，以防万一，属下带人先去探路。驾！如何？上钩了，东西也都备好了。我们从西洞口进去，你们在外面等着我。阿姐，当心那毒妇。陆中，陆中，刘姐姐，别来无恙啊！芸娘，姐姐真的记起我了。什么时候恢复的？
能从淮阳王眼皮底下送信，真不愧是刘姐姐。只可惜，你已不再是从前的陆文了。你原先的手下，也都离开了瑶山。谁给你们的胆子动我？动你？姐姐，你误会了，我是来救你的。我失忆时，你那般为难于我，你觉得我会信你吗？上次一战，公子元气大伤，你突然失踪，又出现在淮阳王身边，你叫我如何看你？我又该如何待你呢？若不是我多方试探，又怎知姐姐你丧失记忆，受制于人？姐姐，你应当多谢我，是我劝了公子，叫他不要误会你。子瑜他，你在青州那般绝情，公子非常伤心。我那时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子瑜在哪儿？我要去找他。姐姐放心，是公子让我来接你的，他已经在京城了。留几个人在这守着，其余的跟我上山。是。我知道，我们之间是有一些误会，但你我都是瑶山的人，又都是为了公子。你不信我，难道要信淮阳王吗？好，我跟你走。哦，对了，公子还嘱咐一事，他在京城万事皆要打点。既然姐姐已经恢复记忆了，可还记得那30万两银钱藏在何处啊？是就在这山洞里吧？所以子瑜根本没有派你过来，你是来找那些银钱的。